鹰主的话让3位伯爵无比骇然。就在刚才，他们听到鹰主说起建功伯已经死亡的时候，还以为建功伯是遇到了实力更强的高手，可是现在他们才明白，原来建功伯死于禁防炮。原本他们还以为这世界上能够伤到自己的人已经所剩无几，自己基本上可以横行霸道了。可是今天他们才明白，所谓的修为在重型武器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。身在纽约的钟永博紧张不已地问道：鹰主，什么人会用禁防炮对付建功伯啊？难道是塞浦路斯官方的军队？不是，鹰主声音低沉地说道，建功伯的尸体以及禁防炮的弹头、弹壳都在塞浦路斯的死士驻地范围之内，也就意味着敌人事先将禁防炮安装在了驻地内部，然后等着建功伯找上门去。建功伯刚到驻地便被禁防炮射杀了。啊！钟永博顿时惶恐起来，脱口道：鹰主，若是按您所说的话，那岂不意味着这个死士驻地其实已经被敌人暗中攻陷了？是的，鹰主冷冷道，对方必然是先占领了死士驻地，然后才在这里设下死亡陷阱。长胜伯开口道：鹰主，死士驻的一向是会中绝密，所有驻地的信息只掌握在五军都督府的都督手中，属下实在想不通，敌人是怎么找到塞浦路斯的？鹰主长叹一声，你想不通，我也想不通，算上纽约、北欧那2次失利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。敌人似乎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，总能先我们一步。说着，鹰主微微一顿，继续说道，而且他们似乎也摸清楚了我们的优势与劣势，他们知道建功伯个人实力很强，与之前的死士骁骑卫有天差地别，所以这次他们将禁防炮这种不讲武德的重型武器布置在死士驻地，就是为了彻底射杀建功伯，不给他任何反抗和逃生的机会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对手不仅对我们非常了解，而且心思十分缜密，手段也绝非常人。常胜伯又问，鹰主，对方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塞浦路斯的死士驻地，那属下想知道塞浦路斯死士驻地的人都去了哪里？那些死士和骁骑卫难道都被对方悄无声息地杀掉了吗？鹰主道，据我所知，塞浦路斯官方在现场多个地点都取了样本进行检测，但是只发现了建功伯一人的 DNA， 这也就说明在死士驻地被炸成一片废墟之前，里面的人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了。什么？常胜伯惊骇不已地说道，一个死士驻地，连同死士以及骁骑卫在内，至少也有2-3千人，对方怎么做到悄无声息地将这么多人都干掉，然后再把他们的尸体转移出去？钟永博开口道，常胜伯，会不会还存在另一种可能，就是对方已经将这些人招安了？招安？常胜伯反问道，无论任何情况下，他们只要想活下去，都必须源源不断地得到鹰主给的解药。被敌人招安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一旦节度使那里库存的解药耗尽，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这几千人难道都愿意以死来对抗我们破清会吗？钟永博道，那会不会是敌人有某种方法给他们解了毒呢？鹰主当即冷声道，绝对不可能，他们体内的毒天下无人可解。常胜伯道，那就太奇怪了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对破清会忠心耿耿，但因为解药的桎梏以及家人的羁绊，他们都必须为破清会拼命。若对方真的杀进他们的驻地，他们也必将全力反击，绝不会向对方投降。几千人的反击堪比一场战争，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。说罢，常胜伯又道，更何况现场只有建功伯一人的 DNA， 这也变相说明驻地并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。没有流血事件，就证明这些人没有抵抗，他们明知没了解药必死，却又没有抵抗，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啊。鹰主质问，那你觉得事情会是如何？常胜伯沉吟道，回鹰主，属下更倾向于对方已经将整个驻地的成员全部收买，或许他们真的有化解这些人体内剧毒的办法，他们替这些人解了毒，
这些人没了后顾之忧，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受破清会控制，必然会心生反抗之意。这样一来，也自然会全力配合这些人的行动。这些人让他们一切照旧，他们便一切照旧；这些人让他们提前撤走，他们便提前撤走。英竹冷冷道：纵观破清会数百年历史，这种毒从未有人能够破解。想破解这种毒，单纯的掌握灵气还不够，想用灵气解毒，首先要对灵气有着极其精准的掌控，这一点就算是你们4人也做不到。更何况灵气获取极其不易，为1-2个人解毒尚且还说得过去，为几千人解毒，谁能消耗得起如此天量的灵气？常胜伯叹了口气，如此说来，这件事怎么都理不通啊。英主此时也有些缺乏自信，自言自语道：若真如常胜伯猜测的那样，我们的敌人必然是我们的同道中人，而且他的实力很可能不在我之下。可这又有一个解释不通的地方，既然他实力这么强，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使用禁防炮来对付建功伯？这个常胜伯也想不出其中缘由，他喃喃道：或许对方觉得自己的实力胜算不足，反之用禁防炮胜算更多一些。英主道：目前敌人已经杀了我1名伯爵，灭了我1处死士驻地，但我对敌人尚且一无所知，所以我已下令5军都督府停止一些对外活动，眼下还在外执行任务的只有你们3位。从现在起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还请诸位一定要谨慎行事，将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拖大。常胜伯赞同地说道：若是建功伯都被禁防炮射杀，那我们3人肯定也都不是禁防炮的对手。况且建功伯身形灵敏皎洁，隐匿能力极强，可即便如此，还是没能逃脱对方的射杀。由此可见，对方有更强大的手段来进行预警，我们隐匿的手段在他们面前很可能形同虚设。钟永伯和定远伯也请多加小心。钟永伯立刻说道：对方既然善用禁防炮，那就证明他们肯定对现代化武器以及现代化科技非常了解，那些尖端的军事科技还是很厉害的。据说在外太空的间谍卫星，连地面的火柴盒都能拍得一清二楚，我们就算是往死里修炼，也不可能具备如此强大的感官。说罢，他又道：英主，既然对方善用禁防炮，那属下觉得他们大概率不是武者，更不可能是掌握灵气的修士，极有可能就是训练有素的士兵。士兵，英主喃喃道：若真是士兵所为，那又会是谁的士兵呢？云如歌道：谁的士兵，属下也没有头绪，不过属下觉得倒是可以从禁防炮的线索上着手。英主嗯了一声道：继续说。云如歌接着说道：属下刚才查询了一下这种武器的资料，这种武器虽然杀伤力很大，但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先进的武器装备了，它只能算得上是第1代禁防炮，而且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。现在的禁防炮各项参数几乎是它的好几倍，所以通过这一点，基本能确定对方大概率不属于某个国家，更大的可能是某个团体或者非官方组织，就像我们破清会一样。英主淡淡道：有道理。定远伯还有什么看法？尽管都说出来。云如歌又道：这种几十年前的武器装备，在主流的国家眼中已经完全不具备装备的价值了，而且极有可能早已经做了拆解。但是对那些私人武装以及某些反政府武装来说，这东西应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所以我推测这种东西现在大概率也只会在黑市上有所流通。虽然属下还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建功伯，但我觉得他们所使用的禁防炮大概率也是从黑市买到的，所以属下以为只要从黑市线索着手，追踪最近几年同型号禁防炮的所有交易线索，应该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。英主赞同地说道：定远伯的推测很有道理，若是从军火黑市着手，或许真能找到对方的线索。说到这里，他又道：不过眼下形势严峻，
五军都督府手下没有精通灵气的高手，这件事暂时还不能让他们去调查。说罢，他沉思片刻，道：钟永博，纽约的事情不用再查了，你即刻启程，从军火黑市作为切入点，看看能否找到关于禁防炮交易的线索。钟永博不禁有些紧张，开口道：英主，对方行事风格诡计多端，说不定早就料到我们会从禁防炮作为切入点来追查。英主冷声道：那你就吸取建功伯的经验教训，一切谨慎行事，无论如何这件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，否则破清会命悬一线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